抵达上海隔离酒店啦。好多好多大白。干嘛？为什么要这个脸？逼着我来做这个 room tour， 我又不是很擅长讲。我们现在要来开箱我们的隔离房间的房间，是不是？这是一进门的地方，就是你一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闻到有一点淡淡的臭味，好像真的有一点呢、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不是，因为他们这个门把上面都喷了很多那个消毒水的味道，关系真的然啊，后这边有一个这是什么？没有人会用的保险箱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外套就挂这边，这边下面有个小冰箱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这个你可以自己烧水，烧水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泡面。而且它酒店是每天是2瓶水一个人的一个人份额2瓶水。然后这边是口罩，这是发的吗？对对对，还不错，这个口罩啊，然后拖鞋是这些应该用完都可以再补给你。对，卫生纸，这个是什么？坐垫，马桶坐垫，然后牙膏，然后这些浴帽吧，对，这些乱七八糟的杯子什么的，然后上面有一个什么呼吸的，那用不上。那个如果火灾的话，然后这边有个洗衣精什么的，然后这个是茶叶，茶包，然后有个吹风机，这就是我们房间啦。噔噔噔噔，因为今天是第2天了，所以就已经有一些东西已经摆出来了。那这边就是一个写字桌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就在这边工作学习。对，这边有一个床，然后2个床，电视在这边。它会有2个桶，就一个人一个桶啦。桶里面对，这个桶有什么？桶里面的话就是有口罩嘛，那口罩已经被我们拿出来了，然后有一边一个温度计，然后有一个跟这个是消毒水，对。然后这个可以泡水啊，就倒到马桶或是那个对，就是如果你洗手台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肚子不舒服的话，你也可以泡一些来喝，能够快速胡说八道，快速止痛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家当啦，4个行李箱。其实这个空间其实很大，如果对这个空间这样摆起来，然后你下午可以在那边跳流跟红，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是不是？整个流跟红跳起来，运动起来。然后来看这个 view 哦，这个 view 今天上海的天气还不错，昨天有点小下雨，是不是？这样整个大片的那个落地窗，窗户都可以开。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好像是叫什么徐汇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厕所，还蛮大间的这个厕所，对，是不是？的话就是先看这个正常该有的洗手台。就大镜子，中规中矩，带这些，这边是我的，带这些来用。然后有一个浴缸，但这浴缸有一点脏啦，所以也是不会真的去泡。干湿分离啊。对，然后马桶就一个简单，那它这个厕所有个 view， 也有个大的落地窗。我觉得这个很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现代人上厕所的时候都很喜欢用手机，所以就导致说就蹲出便秘来。然后你在这边啊，你就可以看风景，你就不用玩手机，对，一边大便一边看外面的风景，多好啊！然后看看底下的人来来往往的，人生百态。对，下面的今天是礼拜天呐，所以可能车子没这么多，我可以看到很多那个美团骑手、共享单车。这就是我们酒店是左边这一个。其实我们酒店啊，其实你看那个。就是围起来的那里，那个就是我们的酒店，它专门做防疫用的。然后你看这边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入口，这一块的话没有围起来，所以我猜这一边其实是有普通的民众有住在某一边的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栋楼的酒店，然后一部分呢是用作防疫酒店，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正常的酒店的运营。我觉得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要把我弄到马桶旁边一起啊？因为这边的落地窗阳光最好啊。我是还好，我是怎么都很上相。
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聊聊整个从进入到隔离酒店的所有的一些事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首先大家就会比较关心说到底能不能送外卖，这个真的就是看酒店的规定了。对对对，有一些酒店是可以，有一些酒店是不可以。然后我们这边呢属于半可以半不可以。什么叫半可以半不可以？就是你不能点那种熟食，就是现做的那种，你是不可以点的，但是你可以点一些干货，就是比如说超市里面那种已经包装好的呀，然后是比如说方便面啊这种，对对对，这种是可以的。是自热火锅是不是？不行，自热火锅不行，自热火锅也不行，不行啊，可以的话我早就买了。哦，自热火锅不行，但是泡面可以，泡面可以，然后还可以买一些水果，水果呢又分。硬的行，然后软的不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比如说梨呀、苹果是可以的。那你要想买个西瓜呢，如果是那种里面的西瓜呢，可能就不行。反正呢，切好的西瓜就不行。反正呢，就是非常的多，跟规矩就是非常的多跟麻烦，就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可能想让你吃他们的饭，然后饭的话呢是100块钱一个人一天，对，然后呢是3餐早中晚，然后昨天吃了中餐晚餐，今天早上吃了早餐，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吧，你也不能说特别好吃，就是盒饭啊。对，就当你很饿的时候呢，就屎都是好吃的。所以因为昨天就是舟车劳累很累之后，中午我都开始吃我就是平时都不吃的那些菜。你连那个什么韭菜炒蛋、韭菜炒鸡蛋，拜托。以前我是看都不会看他一眼，然后昨天整个全部都吃完。住宿的话，这一间是450，对。但考虑到它是在上海很黄金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就合理的价格吧。因为隔离酒店好像都是这个价格，都是这个价格差不多。那我们就一个人就变550，就是房间加餐。对，然后我们2个住的话，就是我的那个房间费就不用出，我就只要出加餐的钱，所以我们2个人是出多少钱 ？total 就是出了5200人民币。对，这8天5加3，那就是8嘛。对，然后8天。那个其实酒店是不允许同住的。那我们之所以能同住呢，是因为威力它有一些就是需要照顾的一些地方，然后因为它。我们有那个加拿大的医生的证明，然后我们给他们酒店的人员解释了情况，就是说确实也是有这么一个困难，然后酒店人员其实也挺好的，他就说就可以接受我们就同住。那个你要有医生证明，我听说。对，但是还是你不能说2个陌生人同住，像就是比如说夫妻2个啊，如果有一方确实有疾病方面的原因，希望有需要另外一方的照顾的话，就需要有那个证明。我们是听说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有一对老夫妇，就是70多岁，然后他们想要同住，但是都不行。后面是好像是又拿出了一些就是生病的证明，医疗证明，然后才安排他们就是可以一起住。对，所以大家就是要提前准备好，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。而且啊，你看哦，我们算是夫妇嘛，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这样夫妇，然后去跟那个酒店的人员讲说，我们是结婚的时候状况是怎么样。就是我讲的时候也是很胆怯，我是老人，那。多多少少就会觉得比较害怕嘛，但是其实反正就是我们当时也想好了，就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需求，但是如果人家同意当然是最好，如果人家不同意的话，那已经没办法，那就只有分开住，就是都已经做好2手准备。然后结果我们说了以后，人家根本就没有把重点放在我们是夫妇的份上，人家就看了一下我们的证明，人家就同意了，所以真的也是我觉得也不能说。也是个小意外吧，就是对，就是大家都还蛮开放的。我们认识的一对夫妇朋友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跟那个隔离酒店人说已经结婚了这样子，然后当然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状况，然后就可以2个人住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2个人住其实会比较好一点，能互相照顾，然后也不会特别的无聊。对嘛，你这次隔离酒店根本就不是没有什么隔离的好不好？我上次回台湾是自己隔离了15天呢，还没有看过那个影片的，我会放在上面哦，再去看看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？每天呢都会把你的3餐呢，就早上8点、12点以及下午的6点，然后把这个3餐就放在你的房间外面的板凳上，然后呢你就到时间就去拿就好了。然后讲到一个外卖之后，就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，
能不能网购？网购的话，他是说对就是生活必需品才可以网购，你也不能乱买一大堆有的没得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就是他酒店呢，为可能方便管理吧，他就会把网购的东西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定，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12点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外卖跟网购的东西才可以送过来，就是你不能早，你也不能晚，然后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行，所以就是一定要算好时间。再来就是核酸检查呢，我忘了是第几天得做，反正我也没太关心这个事。如果人家来敲门，我就出去做。对就是这样对，然后就是像我们酒店是喉咙跟鼻子要做，但是鼻子是没有插得很深，大概就是在插到这里吧，大概插到这里。不要下啊，就是再看插到这啊，插到这，对。对，没有很深啊，没有像我们在上海机场插那个是直接。其实那个也还好，讲句老实话，民众们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在家里做那个自测的时候，我插的更深，那么长的那个管子啊，被插到都在鼻子外面，只剩那么长。他真的可以，我真的可以啊，对，而且我超厉害，我可能会找都插那个角度，这样一点点而已。对，我们现在8天隔离之后，终于要出关了，开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开心。是不是迎向自由了？对。至少这个大 bus 过了。好。